像这些18650锂电池没有这样的专用充电器，怎么给它充电呢？今天视频给大家分享2个非常好用的解决充电的方法。首先呢，我们看一下啊，手机上的充电头大家都有是吧？用它就可以解决给18650锂电池充电。然后呢，像这些手机上拆下来的这些旧电池也可以用它来给它充电。但是呢，如果直接用它来充是充不了的，因为啊，这个手机充电头它的输出电压是5伏，而这些电池呢，它的最高耐压值一般都是4.3伏或者是4.4伏。我们先看一下这块电池，看到没有？上面明确标注充电限制电压在4.35伏，而这个呢是4.4伏，所以说是不能直接充的。今天给大家分享2个非常好用的方法，只需要呢给它改动一下就可以解决充电的问题。首先给大家分享一下第一种解决充电的方法。我们先找2条线，然后呢都是接2个夹子，接上夹子以后呢，等会儿我们充电的时候就会更加的方便。然后分别在这2条线上面接一块磁铁，接磁铁的作用呢也是为了充电的时候更加好操作。2条线上面各自接一块磁铁，接好以后把上面这个螺丝拧紧，然后我们把这条红色的线把它吸在电池的正极上面，这条黑色的线吸在电池的负极上面，就这样就制作好了。我们用这2端就可以给它充电。家里面有这种老式的万能充的朋友们，70后、80后对这个东西非常的熟悉是吧？以前呢都是经常使用它，每天呢都用好几次是吧？我们用这种万能充就可以给它来充电。我们看一下这个万能充，它的输出电压在4.2伏，所以呢用它给18650锂电池充电还是非常好用的。首先呢，我们先把这万能充把它插在电源上面，然后呢我们把这2个夹子随便夹上就行，不分正负极。好，夹上以后我们看一下上面的指示灯闪了是吧？闪呢就说明啊已经可以给它充电了。这是第一种方法。有些朋友可能会说我没有这个万能充怎么办？给大家再分享一下，用手机充电头也是可以的。但是呢，用手机充电头不能直接给它充电，因为它的输出电压太高，它是5伏的，高出了0.7伏，所以呢我们需要给它改动一下。改动的方法也非常简单啊。首先我们先找到这个电池的正极，然后先把这个磁铁我们先给它这条线先拆下来，在这儿呢先接一条短的这种线，接好以后我们放到这儿备用。然后呢找一个报废的电路板，电路板上面呢都有这种小的元件，拆下来一个，然后呢我们看一下每个上面呢这一端都是有一个白杠的，我们把这个白杠这端接在这个夹子这一端，就需要这一个元件就可以搞定，给它充电了。我们把它给接上，然后呢这边这一端接在这个磁铁的这条线上面，我们把线给它都接好。接好以后我们看一下，就这样就可以了。我们还是一样把这个红色的接在电池的正极上面。接下来呢我们这样呢就可以用手机充电头给它充电了。首先呢我们先把这个手机充电头插在插排上面，然后呢在家里还需要一条报废的手机充电线，把小头的那部分给它剪掉，只留里边的一条黑色和红色的这2条线。我们分别这个红色的夹在这个红色的上面，然后黑色的夹在这条黑色的线上面。夹上好以后呢，我们把它插在手机这个充电头上面，这样呢就可以给18650锂电池充电了。像手机上的这些电池也可以用这个方法。大家如果有什么好的建议的情况下，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家里的电风扇坏掉了，电机不转，像这种情况呢，90%都是上面的电机坏掉了。遇到这种情况呢，我们先不要着急把这个电机给扔掉，如果直接扔掉的话就有点太可惜了。其实呢我们只需要给它简单的处理一下就能修好它，接着再用。在处理之前呢，我们首先要确定是不是电机的问题。这个判断电机好坏呢也非常简单。首先呢我们先给电风扇打开开关，然后呢听一下电机上面有没有嗡嗡的声音，如果有嗡嗡的声音啊，就说明电机上面是有电的，有电电机不转，就说明啊是这个电机坏了。
它坏了以后呢，分为3种情况，我们只需要对症下药就可以修好它。首先，第一种呢，我们在检查电机的时候，先用手转一下这个转子，看一下转的沉不沉，转的吃力不吃力。如果转的特别沉的情况下呢，像这种情况呢，就说明这个电机卡轴了。原因呢就是前后它的轴套上面呢严重缺油引起的卡轴。我们只需要呢把它给拆开，然后呢在轴套上面注点润滑油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第二种情况呢，就是我们用这个手转这个转子的时候非常的轻盈，非常的轻。然后呢，就是当我们开电风扇的时候，电机它就是自己不转。当我们用手拨一下的时候，它自己就启动起来了。像这种情况呢，一般都是说明上面这个启动电容有问题了。我们呢只需要换一个启动电容就可以解决这样的问题。第3种情况呢，就是我们换了启动电容以后，电机呢还是自己启动不起来。像这种情况呢，就说明是电机内部的问题了。我们只需要把它给拆开，然后给它处理一下，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其实呢，像电机不转的这个启动电容坏的是比较少的，大部分都是这个内部的原因。我们只需要把它给拆开来处理。首先呢，我们先把后边这个摇头这一部分给它先拆掉，然后再把这外壳拆掉。拆开以后呢，首先检查一下这一部分有没有这个温度保险。像以前的电机呢，大部分都有这种温度保险。如果有的情况下呢，检查一下它坏不坏。其实呢，这个温度保险坏的是比较多的。发现坏了以后呢，我们只需要呢把这2个线头给它接在一起就可以了，就不用它了。现在呢，你看一下，很多电机都没有这个东西了，所以说呢，短接在一起也是没问题的。如果像这种没有温度保险的，这种情况呢，我们就需要先顺着这个电容这2条线，然后往这边走，找到对应的2个线头来检查一下线头有没有断。像线头烧断的是比较多的，因为这个电风扇现在这个都是铝线圈，铝线圈呢，它工作的时候就发热量比较大，看一下这个蜡管呢都变成这个颜色了。温度高了以后就很容易断，断了以后呢，就相当于这个电风扇上面是没有这个电容的，所以呢它是启动不了的，它也不会转。首先呢，咱们先看一下这个电机电容的这2条线，一条线是在这个位置，这样呢正好它没有套蜡管，正常呢都是应该套蜡管的。然后另外一条线是在这个蜡管里面。首先把这个绳子给它拨开，然后这个拨的时候呢，一定要稍微小心一点，慢一点，不要把这个线圈给弄断了。然后轻轻的把这个拨开。好，然后呢，咱们把这个线头给它先弄出来，看一下它这个接头这部分。好，拆出来以后咱们仔细看一下，这条线是启动线圈的线，然后确实已经断了。像这种情况呢，咱们把它再缠在这个接线端子上面，然后呢，用电烙铁给它焊在一起。焊牢固好以后呢，咱们接着还用原来这个蜡管给它再套上，做个绝缘。然后呢，给它来点胶水，502来点胶水，给它固定一下。就这样处理完以后呢，到最后咱们把这个外壳再给它装上。装完之后呢，咱们再把这个电机呢前后拉一拉，然后呢再转一转，让它先活跃一下，看一下比较活跃，这样就可以了。大家如果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呢，可以在评论区问我，咱们呢一起来共同讨论一下。手机上面换下来的这些旧电池，不要把它们扔掉。其实呢，它们在我们生活当中还有很多利用价值，每个都非常实用。今天视频给大家详细的分享一下它们的使用方法。首先呢，咱们先把这块电池上面的这个保护板给它先拆出来，拆掉上面的胶带。然后呢，我们看一下上面的这条排线，它和上面这个充电保护板是连接在一起的，是一个整体。如果像这种排线是直接焊上的这种，就用电烙铁把这个排线给它拆下来就行了。像这种一体的情况呢，我们就需要就用个刀片把上面的这一层黑色的这个漆给它刮掉。刮开以后，咱们看一下这个插头它的正负极，左边这儿是个减号，说明左边这条线它就是负极，然后右边呢一个加号，右边就是正极，所以呢这儿就是正极。然后呢，我们在这个正负极上面给它来点焊锡，然后呢再找一条报废的手机充电线，把小头那一部分剪掉，
剪掉之后呢，这个内部啊会有4条线，我们只留下黑色和红色就行了。黑色是它五伏的负极，红色是五伏的正极。然后呢，正极接在正极上面，负极接负极上面，给它焊上。这2条线一定要弄对，不能弄错了，弄错了不能使用的。好，焊完之后啊，然后呢，我们在这个电池这个正负极上面再来点焊锡。拉完焊锡之后，然后呢再接2条线，负极接黑色的，然后正极呢咱们接这个红色的，这是个棕红色。好，接完之后啊，咱们看，其实呢这边也是分正负极的啊，上面也有标注，咱们看啊，这儿有个减号，这儿就是负极，然后这儿有个加号，它就是正极。好，就这样，这个小工具呢第一个就制作好了。然后呢，咱们就用这个手机充电头把它插到上去，然后再插到插排上面，这样呢就可以给这个电池充电了。给它充完电以后呢，就可以再次利用了。有些朋友可能会说，这个电池呢本来就不能用了，还怎么用是吧？其实只要这个电池啊不鼓包不漏液，它还是能接着再用。我们可以先看一下啊，这个电池呢一般啊它的容量都是比较大的，这是一个3245毫安的，所以说啊像这种电池，就算它容量再不行了，其实呢也比这种18650锂电池它的容量要大。我们看啊，这是一个新电池，它的容量是2500毫安，这个就算再不行吧，它也有2000多毫安，所以呢还可以接着再用。然后呢，这边2条线呢，可以把它接在一些常用的5伏的一些小的数码产品上面，假如一些手持的小音箱啦，一些就是18650锂电池可以用的设备，都可以用它来代替。像我这个设备啊，这个呢上面的电池的电压呢就是个5伏的，它的电池也是锂电池，像这种盒子，它的里边的电池非常的小，很不耐用，我们可以把这个电池呢给它固定在外面就可以了。等它没有电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插在手机充电器上给它来充电。也或者给它可以放在一个小音箱里面来使用也行，或者呢把它可以放在小孩玩具里边来代替18650锂电池，再或者呢也可以啊，这一节也可以来代替3节这样的电池来使用。这个电池的用处还是非常多的，如果这个电池报废了不能用怎么办呢？我们其实呢也可以利用上面的这个充电小板，在生活当中用处也比较多。首先啊，咱们就先把这个小板给它先拆下来。拆下来以后呢，还是啊把这2条线给它接上，正极接正极，负极接负极，再接上。接完之后呢，咱们在这2条线上面啊，接2个小夹子，或者呢是接一块磁铁也行。我这正好有2个磁铁，咱们把它接上。好，接完之后呢，这是第2个特别好用的方法。然后呢，咱们可以拿一节就这样的18650锂电池，然后呢就是红色的把它吸在正极上面，黑色的吸在负极上面，这样呢就可以给它来充电了。它呢现在就相当于是一个这样的18650锂电池的充电器。其实呢自己做的这个比它这个要好得多，因为啊无论是什么形状的锂电池都是可以用这个来充电的，但是这个就不行啊，有一些电池它装不上，所以说这个是比较好用的。家里的空调以后别再开26度了，以前呢我们都开错了。其实空调最省电的温度并不是26度，以前呢我们都在开26度，感觉26度非常的省电，也非常的凉快。我相信啊大部分的朋友都是这样认为的。其实呢并不是说我们把空调设置成26度，然后呢它吹出来的风就是26度。其实呢无论是设置成20度或者是20多度，它吹出来的风温度啊都是一样的。设置的这个温度呢是让室内可以达到的一个温度，而并不是说空调吹出来的温度。所以不管白天还是晚上我们都开26度，其实呢这个方法是错误的。今天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正确使用空调的方法。第一，空调不要时开时关。有的一些朋友为了省电，把空调打开以后，过1-2个小时感觉室内的温度下降了，然后呢他就把空调关了，等一段时间室内的温度又升高了，然后呢他又打开。其实这样操作不仅不会省电，反而会更加费电。它的原因呢就是空调在刚开机的时候，它会以最快的速度来降低室内的温度，
从而达到一个我们设定好的室内温度。在这个时间段呢，空调压缩机它会以最大的功率工作，所以我们在刚开机的时候，空调是最费电的。好不容易把室内的温度降下来了，我们又把它给关了，等一会儿室内的温度又升高了，然后呢又把空调打开了，这个时候空调的压缩机又会以最大的功率工作。所以呢，这样频繁开关机是最费电的。其实呢，每个空调厂家在出厂的时候就已经设定好了，我们打开空调以后，调好温度，当室内的温度达到我们设定的温度以后，空调呢，它的压缩机就会自动停机，或者呢是自动来降低压缩机的输出功率，这样呢就可以从而达到一个省电的作用。所以呢，大家以后不要频繁的开关机。第二呢，就是我们进入室内的时候，因为室内温度非常高，我们先把空调把它调到最低的温度，能调多低就把它调到多低。一般最低的温度呢都是16度，这就是最低了。然后呢，我们把空调的出风量给它调到最大，然后呢，遥控器上如果有强劲模式，就把它打开强劲模式，然后把风向设置成让它上下吹风，不要设置左右吹风，这样呢就会快速的降低室内的温度。第三呢，就是我们买空调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上面这个标签，上面有标注的这个耗电等级，它这个级别呢分为1级、2级、3级，到5级。1级呢，它就是说明它这个耗电量是最低，然后这个5级呢耗电量是最高。我们尽量要选择1级或者2级的，这样呢是最省电。第四呢是最重要，我们设置空调的时候，最省电的温度呢并不是26度，而是27度。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把它调到27度，然后再打开睡眠模式。这个时候呢，室内的温度是非常适合人体，不冷也不热，非常适合睡眠，所以这样最省电，还特别舒适。我们在白天的时候把空调设置到22度，或者是设置更低的温度的时候，这样呢是最不合适的。因为夏天室外的温度可能会达到38度、39度，甚至呢温度更高。我们室内的温度如果设置的太低以后呢，这样室内的温度和室外的温度相差就特别大，相差10好几度是吧？所以呢，当我们出去的时候，就会感觉室外的温度非常高，感觉非常的不适应。反过来，如果我们从室外进入室内以后，感觉这温度呢就突然降下来了，温差太大，因为外面天气非常热，容易出汗，汗毛孔都是张开的状态。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进入室内的时候，就对人体带来很大的危害。所以呢，白天开空调，等室内的温度降下来了以后，我们把它调成自动模式就可以了。记得收藏一下视频，方便以后还能观看，这样才是空调正确的使用方法。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咱们修一台格兰仕的微波炉，客户说是不能加热了，我们来看一下。打开以后，我们在里边放个东西，来开机试一下，看到底能不能加热。它是可以开机的，里边的灯也是有的，里边感觉它是运行的，风扇也转。我们看一下热了没有，还是凉的，可以运行，不能正常加热。像这种情况，我们把它拆开来检查一下，看它到底是什么问题。微波炉可以正常开机，也可以正常运行，它就是不能加热。像这种情况，我们首先要检查就是这个变压器，还有这个保险，这是高压保险，还有高压二极管，还有这个电容，包括磁控管，这些元件里边有一个坏的，它就会出现不加热。然后这个前提是啥？前提是这个变压器上要有220的电，如果没有电的话，它肯定也不会加热的。我们首先要从最简单的检查，我们看一下这个有个保险，我们首先要检查一下这个保险，看它烧坏了没有。这保险一般有时候会烧坏，这个保险是最好检查的，因为这个不需要用温表，直接把这个保险盒打开就能看到保险丝断不断。如果断了，就证明是它坏了。我们把这个壳给它抠开，抠开以后，我们看一下这个保险丝断了没有。这保险丝明显烧断了，这个我们看一下，这个保险丝里边已经烧没了，就剩下一点头了。这个我们给它换一个高压保险来试一下。找了一个新的保险，我们现在把它给装上去。更换也非常简单，不需要专业工具，然后把这个旧的拽下来，把新的插上就行。
这样扣上壳就可以了。保险换好以后，我们再通电来测试一下，看一下能不能正常加热了。我们看一下，已经加热了，朋友们，看一下这个热气挺烫手的。好了，我们下期再见，朋友们。朋友们，大家好。这些手机电池它燃烧爆炸，大家有可能都听说过。像正常的这种手机电池，它是不会燃烧也不会爆炸的，除非就是我们把它给弄坏了，它才会出现燃烧或者是爆炸。这种情况一般出现在给手机更换电池的时候，有一些维修师傅或者一些电子爱好者，他用个铁的东西在这撬，他这样撬来撬去，把电池撬坏以后，它就很可能会出现这种燃烧或者是爆炸了。我修手机大概修了20年了，我也没有亲眼看到过电池爆炸燃烧。今天我们就拿这块电池给大家试验一下。我们先去室外来操作一下，就拿这个刀子，然后把它捅烂，试验一下，见证一下，看它到底能不能燃烧爆炸。这个是有危险性的，大家请勿模仿。好，现在就是这块电池啊，我们开始把它捅破。也不着啊，这它照了，它不照。你那说6、7八，别超800就行。别是不，还6、7、8块钱当中。这一块电池都捅了老半天了，它也不着。外边这个温度是非常烫手的，然后它也不冒烟。我捅了老半天，它也不着，我给它浇点水。看一下这个内部温度还是挺高的啊。这个电池没有燃烧的原因，它应该就是给它捅破以后，还是等待的时间太短。如果等待时间再长一会儿的话，它里边的热量越来越高，它肯定就会慢慢的先冒烟，然后就开始燃烧了。我这是正好刚才做实验的时候，我店里边来人了，所以我要去干活，我去屋里边干活，然后在室外怕它自己燃烧了以后伤着别人，所以我就用水给它给浇了一下，让它泡了下水。不要再用这一块再做实验了，因为这个东西对空气一些东西也比较有污染。好了，今天这个视频感谢大家观看。当我们家里的电脑放了时间长了以后呢，不开机了，像这种情况，当我们开机的时候上面这些风扇运行一切正常，但是这个屏幕呢黑屏，没有任何字。像这种情况大部分都是这个主机的问题，也并不是说它坏了。其实呢我们给它简单的处理一下，一般都能修好。今天呢给大家分享一下它的处理方法。首先操作第一步呢，先给它拔掉电源，然后呢我们看一下，有一些电脑呢上面是有独立显卡的，有的是没有独立显卡的。独立显卡的这个电脑呢，连接显示器的时候呢，它是连接在这一块，这个就是独立显卡。没有独立显卡的电脑呢，它这个显示器这条线呢是连接在这一块。像有这种独立显卡的呢，我们先把这线拔掉，然后呢先排除一下是不是独立显卡的问题。我们呢先把这个显卡给它先拆下来，后面呢这儿就一个螺丝，拧掉之后，然后呢先把这条线拔掉。在显卡这个位置有个卡扣，把这儿往右一扳，然后这个显卡就可以拿下来。拆掉显卡以后，我们不用它了，然后测试一下这电脑能不能开机。现在呢就把连接显示器的这条线呢，把它插在主板的这个接口上面。插好以后呢，还是一样把这个通上电源，然后开机来测试一下能不能开机。如果电脑能开机，显示屏的显示也正常，就说明是这个显卡出现了问题。像这种情况呢，一般都是这个显卡金属纸和主板接触不良引起的，它出现了氧化。像这种情况呢，我们只需要找一张 A4 纸，然后呢，在这个显卡金属纸的位置呢，两侧都是一样，给它擦一下。擦完了以后，然后呢，再把它装上来测试一下。如果电脑能开机了，就说明修好了；如果不能开机，就说明是这个显卡坏掉了，就更换个显卡就可以了。如果不更换显卡，其实呢，把这个显示器连接在主板上也是可以来使用的。
如果不安装显卡的情况下呢，电脑还是不开机，就说明啊是这块主板或者是内存条有问题。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一样啊，先把电源拔掉，然后呢，第二步呢就是把这个内存条给它拔下来。在内存条呢，它的两侧有卡扣，这样一扳就可以把它拿下来。拿来之后呢，我们操作也是一样啊。像这种不开机，有大部分原因啊都是内存条上面这个金属质氧化，它和主板接触不好引起的。我们也是一样，先用一张 A4 纸把这个内存条给它擦一下，这个可以用力擦，是擦不坏的。把氧化层呢都给它擦掉。擦完了之后呢，然后再把它安装上。安装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点啊，上面这个豁口的位置啊，一定要对准主板上面豁口的位置。对好之后，把它塞到卡槽里面，然后呢，两侧按住往下一压，就装好了。装好了之后，然后接着还是一样，就开机再来测试一下，看一下这个电脑显示屏能不能点亮。如果还是黑屏的情况下，就说明啊是这个主板出现了问题，确实还是不开机啊。我们还是拔掉电源，然后呢，我们先看一下主板。像这种情况呢，一般啊很多种情况就是放了时间长了后就会出现这个电脑开机黑屏。像这种情况，大部分原因呢都是主板。我们看一下，这儿有一颗纽扣电子，我们呢就是把这个电池先给它拆下来。我们看电池这一侧呢有个卡扣，把这个扳住它，看这个电池呢很轻松就能把它拿下来。拿下来之后呢，我们只需要把这个主板呢给它复下位，一般啊都能解决这个问题。拆掉电池以后，然后接下来呢就是上面这个电源啊一定不要往上面插。这个时候呢，我们啊就是不通电的情况下，给它按压几次开机键，按几次之后，然后呢接下来给它再把电源插上，然后呢再来开机测试。刚才呢我们已经测试了这个显卡没有问题，然后呢我已经把它装起来了。现在呢就需要把这条连接显示器的这条线再给它插在这个独立显卡上面，然后接下来再开机。经过这几步操作之后，一般啊电脑都能修好的。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屏幕能不能点亮，没问题了是吧？可以正常显示了。到最后呢，把这个纽扣电池再给它安装起来就可以了。我们来看一下，二极管在电路当中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呢它坏的也是比较多的。有很多新手朋友不会用腕表来测量它的好坏，今天呢给大家来分享一下用腕表测量二极管好坏的一个方法。无论是这种直插式的二极管，或者呢是这种贴片式的二极管，其实它们的测量方法都是一样的。首先看这个二极管啊，无论是贴片的还是直插的，在它的一侧呢都是有个这样的白杠，看到没有？像这个白杠上面呢就是二极管的负极，它的另外一侧没有白杠的就是二极管的正极。这个贴片的也一样，这边是负极，这边就是正极。只要记住这一句话，二极管它的特性呢就是正向导通，反向截止。正向呢就是从这个正极这边往负极这边它是可以导通的，而从负极往正极它是不可以导通的。好，现在咱们就用腕表来测量一下。黑表笔接在二极管的负极上，红表笔接在正极上面。我们看一下，它是有500多的压降。二极管它的型号不一样，它的压降数值也是不一样的。有压降呢，就说明这个二极管呢就是正向可以导通。然后呢，把这个表笔再给它反一下，反过来再来测量。如果测量的时候呢，上面没有数值，就说明这个二极管就是好的。你看现在有数值，像这种测量方法呢，一般最准确的测量方法呢，就是把二极管给它拆下来再测量。在这个板子上面测量是没有这么准确的。首先拆下来以后呢，我们再来测量。我们看这样呢就是正极接正极，负极接负极，测量是有数值的。这个二极管它的压降是300多，然后呢给它再反过来，我们再来测量。你看这样就截止了是吧？没有任何反应，就说明这样是截止的。从这样呢就可以快速判断出这个二极管它就是个好的，它已经达到了正向导通，反向截止。只要符合这2个条件，就说明这个二极管它就是个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个坏的这儿呢正好有一个坏掉的高压二极管。我们在测量的时候，我们来看你听，分明器已经响了，就说明这个二极管已经击穿短路了，它就相当于一条导线一样，就相当于这样一样，你听，跟测量一个电线一样，它已经内部击穿
短路了。从这儿呢就可以判断出这个二极管就是个坏的。然后呢，在测量的时候呢，如果我们在测量的时候，这个二极管呢，无论是这样测量，这个汪洋表没有任何反应，把它再反过来测量，它还是没有任何反应。像这种情况就说明这个二极管它的内部已经开路了。像这个二极管开路以后呢，这个坏的这种情况呢比较少见，大部分坏的情况都是这种击穿短路的，都是这种情况最常见。二极管的特性呢就是正向导通，反向截止，如果不是这个情况，就说明它就是个坏的。